也能灿烂。要难忘，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。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以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。哦，反倒需要商量。也许我有答案，别客气，说来听听。不用伤脑筋，一定能搞定。没关系，有些事情难在顺时钟定理。有我在，问题不大，总会有办法让我陪你到底，解决所有难题。我没关系，要相信，努力能改变结局。为了你，风雨再大都值得去闯。我会陪你到底，一起看着天晴，我和你。哇，好香啊！安迪安哥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这些早餐是你准备的？真的好丰富啊！希望适合你们的口味。哎，这是我们家吗？焕然一新了。哇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看你们的 cushion 还有地毯都有点旧了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帮你们换新的，希望你们不会介意。怎么会介意呢？你是客人呐，让你做那么多家务事，我们会不好意思的。早安，哇，前来看，好的，早。还不错哎。你们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阿姨。来吃早餐了。怎么好意思呢？你是客人，让你帮我们准备早餐。你们千万别那么说，其实你们肯收留我，我真的很感激。我现在只不过为你们做一点点小事而已。周小姐出得了厅堂，入得了厨房，了不起。安哥，你太夸奖了。啊，对了，安迪安哥，以后不要再叫我周小姐了，叫我可恩。啊，好，可恩，这样亲切一点。哎，大家赶快吃吧，早餐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哇，这么多食物，够我们吃3天啦。不会啊，我们那么多人，这些分量刚刚好。可恩，你真的是太大方了。以前我们吃的都是特价品，我都不好意思说啊。我那个媳妇啊，不是以前那个媳妇，她最喜欢买特价品了。没有 offer 的东西她是不买的，最好就是可以买1样送3、4样的那种啊。淑慧姐她是节俭，什么节俭啊？她都把钱收起来当自己的私房钱了。马德，阿妈，妈咪说北里算钱不多，你和阿公喜欢乱花钱，一定要省点用。乱说，钱都被他拿去了，我们哪里有钱花？ Good morning, everyone。小姑早安。哇，原来是真的，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哎。我去给你拿早餐。你今天起得那么早啊？平时不到12点你是不起床的啊？我在我的梦中嗅到食物的味道，所以就醒来了。这些早餐啊，都是可恩准备的，赶快吃吧。早餐。哇，这感觉真不错，又有咖啡香，又跟包香，还有我喜欢的沙拉来。我突然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。所以说啊，一个家温不温暖、开不开心，这跟女主人的性情非常有关系。谁能够娶到你做老婆啊，谁就有福气了。不错哦，把我们全家哄得这么开心。如果你天天都可以这样的话，我给你一个赞。阿姨，我每天都要吃这样的早餐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呀，只要你喜欢，阿姨天天煮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嗯。喂，你怎么来看妇科不跟我说一声啊？经痛不看妇科，那看什么啊？哎呀，你干嘛遮遮掩掩的？喂，
是处男哦，我可不想让别人误会我是无良爸爸。陪我来看医生很丢脸啊！别忘了是妈咪叫你陪我来的。哎，不然这样啦，你先进去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喂，要是我痛到晕倒怎么办？医生护士会救你的。马德，你怎么突然会有高血压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头痛，怎么可能是高血压哦？一定是医生搞错了。医生哪里会搞错？马德，记得定时吃药啊。知道啦。哎，我约了人打麻将，你自己回去吧哈。啊，你还去打麻将？医生不是叫你多休息的吗？你没有看到我今天穿的这么旺吗？我是要去赢钱的。拜拜啊。哎。 骗子，疯婆子，哇，这么巧啊！你还没死啊？托你鸿福，还活着。不是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的脚，那天我不是故意不要救你的，他们每个都这么会打，我又不会武功。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救你，所以我才会先……哦，那天原来你看到我被别人打，你就先逃走了。Sorry 啊，那天我真的很想要帮你的，可是我哪里打得过他们呢？所以我才跑掉的。没想到他们把你打得这么惨，你的脚真的不会好了吗？看来他是误会我被打断脚了。 腿废了，医生说痊愈的机会很渺茫。啊？好心有好报，全都是骗人的。我救了人，我自己的腿废了，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，没想到断一条腿回家。死骗子！我叫 Ken。 Ken， 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子啦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我的腿都废了。本来一个大好青年。 现在前途都没了，不，我的人生都没有了。你不要这样子啊！我能够做些什么？我愿意补偿啊。怎么补偿？给我一条腿啊？又太短。腿是没有，其他的我尽量。 真的？那走吧，扶我。你要去哪里呀？心情不好，肚子饿。你要的拉沙加料加辣，对吗？哎，再帮我点一份大份的熬煎。你可以一次过讲完吗？我已经走了3次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跑那么多次，我自己去吧。哇！啊，好了，我去买。你要什么？啊，甘蔗水加柠檬，不要冰。啊！吃完了，我要走啦。你又怎么啦？我上次被打之后，除了手跟脚之外，还有一点内伤。内伤？你还被打到内伤？因为内伤，经常咳出血来。我已经被经理炒了鱿鱼，已经快失业2个星期了。
对不起啊。喂。喂，陈健，你去了哪里？我出来就看不到你了。你别管我了，你要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。我只想一个人静静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女朋友打给我，说她现在在医院，她要堕胎。堕胎？为什么要堕胎啊？你以为我现在还有能力养这个孩子吗？可是那是一个小生命哎，你这样子是在谋杀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我想？都因为你呀，因为你，我没有了今天，我没有了明天，我连大后天都没了。好了，你不要激动啦，我都说我会补偿你了嘛。真补偿啊？我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啦，我不能给你钱，不过我可以以行动来帮助你。什么行动啊？随传随到。随传随到。我不要随带。哎，十片仔，我到啦！怎么那么久啊？你指定的那个摊位每次都排长龙，我已经排了整整1个小时了，又不可以坐 MRT， 我只好特地坐德士下来。哎呦，很多抱怨啊！看在你帮我买榴莲的份上，就让你抱怨几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先把这个炖汤给喝了。怎么又是炖汤啦？又苦又臭的，我不喝。哎呀，我上网查过了，很多人都说好喝，你喝多几次呢就有效果了。来，网上的话可以听吗？这是最后一次疗程了，不能前功尽弃的，一定要把它喝完。你喝完了，我给你吃榴莲。那我再跟你声明一次啊，以后不要再给我炖汤了，请尊重我们残疾人士 ，OK？OK。哎呀，我保证你这一次喝了一定会有效果的。上次呢，我给你喝的只是汤，没有药渣。这次呢，我把药渣都拿来了，你快点喝吧。喝了我给你吃榴莲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感觉像蟑螂脚啊？是啊，它就是蟑螂脚啊！啊！你用蟑螂炖汤，你要毒死我啊！哎呀，我已经上网查过了啦，这个蟑螂是可以吃的，中药的名字叫偷婆油。偷油婆啦，不懂还学别人炖汤，这明明就是新鲜的蟑螂脚嘛！当然是新鲜的啊，下锅之前还是活生生的。药材店的老板说没有货，所以我去抓一只活的来煮啊。你的脚不是残废了吗？好了哎，蟑螂脚真的有用哎！神药都没有这么快，你竟然敢骗我！哎呀，开个玩笑嘛，火气不要那么大。来吃榴莲，那么好吃的榴莲不吃给蚂蚁吃啊？你还有心情跟我吃榴莲啊？哈！喂，别人我还没吃啊！你这死骗子！哈！你到底骗了我多久啊？害我内疚，哈！害你残废，担心你过得好不好，担心我自己闯祸。你这死骗子，到底骗了我多久啊？你死骗子！其实也不是你笨啦，是我演技太好。哎，对不起啦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让你那么难过的。好啦，对不起啦，我最害怕女生在我面前哭了。你滚开！哎，我只是骗你我腿残废而已。那天我是真的被打的，我是真的来救你的，对不对？我有叫你救吗？狗咬吕洞宾，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干妈的亲戚，我才懒得管你啊！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子我就会原谅你啊！不要跟我攀什么关系啊！我跟你干妈快不是什么亲戚啊！
淑慧要离婚，你听谁说的？婉玲咯，她说你女儿已经失踪好几天了，现在就差没有签离婚协议书。更劲爆的是，小三已经入住齐家，你女儿这一次啊，凶多吉少。那天在医院，明明看到他们一家人很融洽的，怎么突然闹离婚？我现在要见你，洪哲。妈，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我问你啊，淑慧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她是你老婆，你不知道她在哪里？我听婉玲说你们两个要离婚，是不是真的？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真的不要这个老婆了吗？不是我不要她，是她不要这个家。无缘无故，她怎么会不要这个家？洪哲啊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外面的野花你看看就好，千万不能带回家。你怎么就一头栽进去呢？我把女儿交给你，你却这样欺负她，难道你忘了这些年来淑慧是怎么跟你走过来的吗？是，她是有她的问题，但是不管她做什么，都是为了要保住你们的婚姻。你没有给她安全感，就是你的不对。马上去把她找回来吧。对不起，妈，我做不到。我去倒水给你喝。哎，哇！接球啊！哎，年轻人接球。喂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是不是死掉了？错，他第一天来就是这样的。我跟他说话，他也不理我。哎呀，这样年轻就进老人院，不死也没用。为什么这样的啊？不要管他。我们去玩别的啊！对，来，我们去玩球，走。淑慧，吃过饭了吗？你在这里住了好几天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事是不能解决的，你告诉我，我会帮助你。怎么办呢？全世界都说没有看到他，他到底会跑去哪里呀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干妈，你都已经报警了，你就交给警察吧。我对新加坡警察那是完全信任的，就算他找不到活人啊，也会找到尸体的。哎，你干嘛揍我女儿？我只是要你有个心理准备，不要到时候被你的头再乱说啊！发型啊！喂，请问你是吕淑珠吗？是啊，哪位啊？管淑慧是你女儿吗？哎，是啊，你看到他吗？他现在在哪里啊？他怎么样了？啊？来，回来！喂，叫他大声点。哎，对，我们是他的亲戚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啊？太平间？干嘛？干嘛？我们到了。快点走啊！是。干嘛？等一下进去，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不要。走了。好。走了。干嘛？平原，原来是太平原。什么太平原？
查了以前的记录，知道你去了上海。我好不容易通过那里的人知道你回来新加坡，还好找到你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淑慧，淑慧啊，淑慧，淑慧，淑慧，你妈妈来看你了。淑慧，怎么了？哎，院长，她怎么了？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是不是痴呆啊？我女儿怎么会这样的？她从第一天来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从第一天来就这样了。淑慧，淑慧，你不要笑我嘞，淑慧，淑慧，我们回家好吗？淑慧，你妈妈会帮你的，你会没事的。回家吧。淑慧怎么样？起来了，觉得怎么样了？你会晕倒啊，是因为你没有吃东西，肚子饿坏了。我买了一点粥，吃一点吧。发生这样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起来吃点粥。你这样不吃不喝不行的。你看到我这样不是更开心吗？看到你这样，我比谁都痛心啊！起来啦，多少吃一些啊！什么都没有了，老公没有了，孩子也没有了。我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了什么，我很想死，死了更好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想死，死了更好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有什么好？你以为死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你为了一个劈腿老公跑去死。你觉得这样值得吗？如果你真的死的话，最高兴的是那个小三啊，他会抢了你的位置，跟你老公睡同一张床，你的孩子会叫他妈。你不要乱想啊，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的。喂，我还没吃啊。你不是玩手机就饱了吗？妈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可是你不能把你的气放在我身上啊。再说了。院长不是已经答应收留你女儿了吗？在老人院里面有的吃有的住，放心吧。我说你没脑，真的是没错。他怎么可能长久住在老人院？再说院长也只是答应暂时收留他。现在目前最重要就是要怎么让我女儿振作。我看很难咯，你又不是没看到，你女儿现在像堆烂泥这样，她会听你的才怪啊。我知道，所以才需要你帮忙想办法。不行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你从今天开始，你打起10分精神，我们一起打仗。打仗？打什么仗啊？打狐狸，打小三。打小三？我也要打。你叫我干妈，你就要打。因为我女儿就是你干姐姐嘛，你干姐姐被人家欺负，怎么可以不管呢？所以不能不打。不是，我没有打过仗，也没有打过小三，我连兵都没当过，这仗怎么打？听我指挥咯，从长计议。目前的局势呢是3比2，我方暂时领先。现在局势紧张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查出齐家其他成员的立场，然后再想方设法把他们全部拉到我方。言之有理，不过从何查起呢？兵分2路啊，我负责
查出齐家各路人马的立场，你负责跟踪小三，查出他跟洪哲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。我办事，你放心。代号：猎狐行动。这个代号不够长，烧狐行动。诸侯，面对此号人物，必须斩草除根，不然他春风吹又生，要赶尽杀绝。你们留下狐狸尾巴 ，confirm 烧狐行动。哇！哎，我买了你们最喜欢吃的巧克力蛋糕。哇，谢谢外婆。妈咪说不能吃太多蛋糕，会发胖的。觉得你很听妈咪的话哦。你们一定很想念妈咪，对吗？啊？你为什么摇头？你不想吗？她不疼我。傻瓜，你们都是妈咪的宝贝，她怎么会不疼你呢？她把我的玩具丢掉，那是阿姨买的。阿姨？你很喜欢那个阿姨咩？嗯，她每天晚上都会来找我，讲故事给我听。每天晚上？嗯。那你每天晚上都跟那个阿姨睡觉吗？没有啦，我跟奶奶一起睡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车祸之后，她就变胆小鬼了，每个晚上都要抱着奶奶睡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对了。你要继续啊，每天晚上抱住你的爹爹睡。嗯，知道了。亲家母。哎，亲家母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你今天这么有空来看孙子啊？对呀，想念两个宝贝嘛。对了，听说洪哲他们两个最近闹得很僵哦，我刚好想要上去你家找他谈一谈。不必啦，他们夫妻的事，我们最好不要插手，要分要合就让他们自己决定。哎呦，不会那么严重吧？哎呀，两夫妻吵架很平常的嘛。其实他们两个啊，早就同床异梦了，离婚也是迟早的事。哎，亲家母怎么那么说呢？自古以来，人家是劝和不劝离的嘛。那万一离婚的话，这两个孩子怎么办？哎呀，总之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那个老的还在等我们吃饭，我们先走了。来来来，拜拜拜拜，走了走了，来来来，走了。小三就是小三啊，搬个箱子都要那么性感。后面。谢谢。完了，被发现了。36级，走回相机。哎，先生，这10块钱是你的吗？嗨，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的酒跟水果来了。原来你已经点了，早说嘛！这不是我点的，拿走吧。是我点的，我请客，别客气啊。哇，原来是你呀，亲家母，怎么好意思让你请客？我先上厕所哦，待会回来你等我。早点回来。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你家有二媳，所以才会来这里 happy。现在呢，媳妇都不在了，难道家有二妻呀？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家老太婆最怕我了，她知道男人说话的时候，女人就该闭嘴。你好幸福哦，可是你家里那2个宝贝孙子啊，就可怜了，年纪小小就要面对父母离婚，难道你一点也不担心你那2个宝贝孙子会有童年阴影吗？他们夫妻俩的事啊，我们是雾里看花，看不清，管不着。怎么行呢？你要管好你齐家子孙的幸福嘛。你不觉得你应该要好好开导一下洪哲吗？男人嘛，逢场作戏我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要玩得高明一点。像你啊，你玩归玩，你还有个美满的家庭，对吧？那还用说？可你儿子就没你聪明了，玩到迷路还不懂得回家。你为什么不跟他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呢？他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自有分寸的。有分寸就不会搞成这样了。嘿，秦家公，为了他们一家人的幸福，不如我们联手合作。你劝你儿子，我劝我女儿，让他们破镜重圆。亲家母，我劝你不要插手啊！我知道你爱女心切。我也希望儿子婚姻美满，可是婚姻这件事啊，不是我们说了算的，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。野花上床，家破人亡，这道理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嘛。我今天晚上啊是来 happy 的，我不想听这些烦人的事。哎，baby 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呀？我等他陪我喝酒啊。好啊，那你要不要我帮你打个电话，叫亲家母来这？陪你跟 baby 一起喝酒，你就算拿着枪对着我啊，也是无济于事的啊！你别白费心机了，这些东西拿回去吧，心领了。这情况对我方越来越不乐观，这齐家2老还有阿伯都支持狐狸精，这阿格应该是属于中立。至于婉玲，依我的推测，她应该也是中立者。现在看来，敌方5人，我方3人，很明显我们处在劣势。你那边查得怎么样？我跟踪了小三几天，发现他跟干姐夫只是普通的朋友，没牵手，没亲嘴。但是我觉得干姐夫有所保留。干嘛？喝点水。这是那天我跟踪他们偷拍到的。干姐夫表现得非常有定力，不为所动，完全没有越界。那小三就不同了啊！你看，啊，一直对干姐夫放电啊，又为干姐夫吃东西。美女当前，干姐夫不为所动，很明显就是这个小三在勾引干姐夫。洪哲还是有分寸的，可见啊，我跟他说的话，他都听进去了。不过。这个小三的确是蛮有魅力的。醒醒吧，你再看清楚，这是典型的狐狸精脸，一个字，贱。也要有资本贱呐！哎呀，都不知道干姐夫能把持多久哦。能吧？你没看到刚才狐狸精想方设法的色诱他，他还是保持清醒啊。你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知道阿伯每天晚上都会抱着他爹地睡觉。只要阿伯每天晚上睡在那张床，那狐狸精呢就没办法攻上床。干嘛？这个叫什么？近水楼台呀！啊，他还有2老的支持，入正宫是迟早的事。还没走到最后一步棋，
谁胜谁负还不知晓，现在最重要，拉拢婉玲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我好像有听说婉玲不是很喜欢这个嫂子啊。你现在要婉玲支持你女儿，难如登天。登天都要登，多难都要做，马上行动。干妈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我要历史重演。你还记得最近我跟淑慧跌下楼梯的事吗？啊？你放心，要死也是你先死，你死了，我也不会为你掉一滴眼泪。你看，那天我跟淑慧呢，就是在这里不小心失去平衡滚下来的。哦，干妈，你是要让历史重演，使用苦肉计，让你女儿再摔一次，让老公回亲家母。哎呀，最毒妇人心啊！干妈，我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人家亲家母一大把年纪，经得起。放心，我不会让她真的滚下来，只要她这样稍微不小心扭到脚呢，我就达到目的了。什么目的呀？安静齐家，照顾亲家母，见识不离境。亲家母，真的是你啊！怎么会那么巧？是啊，怎么那么巧啊？我每天都会经过这里啊。那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哎呦，我朋友就住在那边嘛，我要去打麻将。看，他们在催我了，改天再聊啊。亲家母，原来你也喜欢打麻将？对呀，我玩玩而已啦，小赌怡情嘛。我到了，在 MRT。什么？莉莉不能来？怎么这样小气？现在叫我们去哪里找嘎滴啦？我亲家母可以啊，她说她现在有空啊。那我们现在一起过来啊！你真的可以吗？不然告诉人家，不要让人家等呢。都说了我可以，走啦！你不回去煮饭吗？不用啦，他们可以去外面吃，不用每天吃家里的，要换换口味吗？快点快点！还好遇到你啊，我们真的是3缺1啊！靠近我家以后 ，Excuse me，Excuse me，没事吧？哈，还好你只是扭伤脚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哎，还好有那个年轻人救了我啊，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散了。哎，年轻人，哎，安迪，你伤得这么严重啊？我真的要谢谢你啊，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没关系啊，你没事就好。真的很对不起啊，如果不是因为救我，你自己就不会受伤了。如果我不救你的话，问题就更严重了。好，安迪。是啊，像你这种啊见义勇为的年轻人啊，已经绝种了。是啊，我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啊。哎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？哦，我姓陈，叫陈健。对不起，陈先生要回病房了。哦，好，那陈先生好好休息哦。好，谢谢。我会过去看你的。安迪，你也保重啊。好。哎呀，忘记跟救命恩人拿电话，也不知道他住在哪一间病房啊。不要急，等一下我帮你打听一下。我去帮你拿热水，帮你 check 一下哈。谢谢你啊。老邓，老太婆怎么样？伤到哪里？医生怎么说？这么紧张干嘛？只是扭伤脚，死不了啦。最怕死不了啊！半身不遂要人照顾啊。法腾啊，你少咒我啊！我真的动不了，也不会指望你照顾我。马德，你到底是怎么样跌下楼梯的？还用问？一定是只顾着买 4D 啊，没看路。不是啦，都是因为我。哎，亲家母怎么会在这里？
我们3缺1嘛。哎呀，都说了，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才会扭伤脚的。扭伤脚怎么会住院呢？哦，医生呢怕我脑震荡，要我留院观察1天。哎，这次呢，多亏那个年轻人啊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就不只是扭伤脚那么走运了。什么年轻人啊？哦，有个年轻人呢，他及时冲过来抱住我，我们2个人呢一起滚下楼梯，还好有他垫着，要不然我就惨了。真的要找个机会好好谢谢他。我们已经谢过他了。哎呀，你要好好看住你妈，这个年纪哦，不能让她再跌了，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对了，这几天我的行动不方便，子聪、子涵呢就由你带他们上课下课。我要看店，哪有空啊？洪哲自己带就可以了。带他们需要多少时间？洪哲要送货，哪有空？马德，没事的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我来带吧，反正我白天有空。妈，不用麻烦你了，我自己来了。是啊，不行啊，你晚上要做工，你需要睡觉的。这个年纪不用睡太多的啦，他要送货又要去学校，2头跑很累的嘛。2个孙子我也是有份的啊，他们都是我的宝贝来的。好啦，可以了，不用跟我客气了，就这样说定了哈。马德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，只是扭伤脚。哥说你还没吃，我就买了粥给你。哇，婉玲啊，你很孝顺哦。马德，快吃吧。婉玲啊，盖回去。你把这个粥呢拿过去给我的救命恩人吃，就跟他说是我答谢他的。什么救命恩人？就是救我的人啊！哎，你去问护士，他住在哪一个病房？他叫陈健，快点去！谢谢啊。婉玲吓到，他认得你，快点想办法。哪里有年轻人啊？2号床，陈健。对啊，没有错啊。安哥，这个人是不是死掉了？啊？刚才有货这。陈先生，陈立先生，陈先生，哇，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谢谢你救了我妈的。对了，我妈的要我把粥送来给你吃，可是看你的嘴巴被医生包成这样子，你可以吃吗？你会不会肚子饿啊？哦，饿啊，那我喂你吃。我不碰你，我不碰你，我把粥放在这边，等一下你叫护士喂你吃啊。那我走啦。啊，伤得这么严重还没死啊？安哥，谢幕不来的。装的。来啦 ，Morning。妈，你怎么会来的？我答应过你妈要帮你接送2个孩子上学放学吗？你们忘了？不用了。哇，早餐这么丰富啊！婉玲，你的果汁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请了一个女佣啊？时间不逆转，平凡也能灿烂。要难忘，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。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。哦，反倒需要商量。也许我有答案，别
些事情难在算式中定理，有我在，问题不大。